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前天介绍的那个韩国网友手搓 LK99 啊，这可是真正的手搓呀！拿着氧气焊枪，直接开烧1个小时，愣是把磷、铅、氧、铜这4种和铁磁性无关的便宜材料烧成了铁磁性很强的这个新物质。大家看看他新发布的这个电阻测试，当然条件有限啊，它只能用万用表测试。这个电压呢是0，说明是什么呢？是室温导体。那是不是室温超导体？那需要更好的设备。当然它测试的这个颗粒也很小，我估计不超过5毫米见方。这样的话呢，两个表比的间距很小，所以只要是导体测的都是0。而且它这个表在提示短路了啊！你干啥呢？你要毁了我吗？这个传统的低温超导和高温超导啊，一般是从非超导的临界温度降温的时候，电阻会逐渐下降。然后呢，一旦达到了那个临界温度 TC， 电阻会突然下降，降至0，不是接近0啊，是完全降至0。简单来说呢，就是在临界温度以下，电阻彻底清零。我是不是说错话了？当然啊，如果这个哥们儿样品啊，只要实测电阻力低于银，那就是超导体了。你想想，室温下炼出了比银还高级的东西，那不就是金吗？这个海水面研勾索，他不是性别男爱好金吗？看来是曲线救国弯道超车呀！你看看他前几年的视频啊，风里来水里去，也没见他淘到什么金子。视频呢也没有人看。那 LK99 这一炉子烧出来，你看啊，这粉丝就来了。现在已经2000多关注了，每天涨粉500啊，太让人羡慕了。而且呢，如果真能实现比银低的电阻力，那估计如果有这个炼金师协会的存在的话，那一定会给他发一个大大的 medal 和证书啊，表彰他在土法炼金术上的这个重大贡献。可以说这个海清明研究所呀，直接把民谣风的这个室温超导研究直接推进到了摇滚阶段。那为啥这么说呢？你看啊，文院士迪亚兹他们还是经典的这个超导研究，那属于什么呢？属于流行唱法。李世培这样的民间机构呢，他试图颠覆这个学院派，算是民谣啊。我不考虑传统的超导理论，我就讲究好听就行。而这个海新民研究所感觉，你那个我唱不来啊，我只有氧气焊枪，没有炉子，也没法试音管，真空封掉后再烧炉子，那我就直接 let's rock， 是吧？话说呀，他这个俄罗斯那个毛妹看了也会大惊，我操，这现场太燥了。不好意思啊，一不小心回到音乐节现场了。看来我是5行缺音乐节，我得尽快找补一场。我看这乐队夏天意思不大。不过这个麻园诗人表现挺好，我心甚慰啊。我回到正题啊，今天我们读一篇论文啊，虽然关于 LK99 的论文是变得少了很多，但是这是因为该说的话题可能都被大家说过了，是吧？后面的论文如果没有独到的见解，你为了发论文而水论文，那就会显得很 low 的。之前关于理论研究 LK99 晶体结构什么带系和室温超导的论文很多，这一篇呢也是关于理论研究的，他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在理论上指出了室温超导的可能性。那你如果按照 yes 或者 no 来划分的话呢，这篇可以说是 yes 的论文。那我们看一下论文的题目这叫 Deciphering the Enigma of Cu-doped lead apatite LK99 Structural Insights, Electronic Properties and Implication for Ambient Pressure Superconductivity。 说实话这个题目还是比较长的这个 Deciphering 不就是解开嘛，是吧？揭秘解开的意思。Enigma 呢是谜，是吧？这个 Cu-doped lead apatite 就是铜掺杂铅磷灰石 LK99， 所以可以翻译成这个题目呢叫解开铜掺杂铅磷灰石 LK99 之谜，结构的动线、电子性质以及对常压超导性的启示。根据这个论文的信息
该研究呢来自于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的材料科学与工程系，主要作者是叫君离和齐安。这个安琪是该论文的通讯作者。根据他的个人主页啊，这个齐安是爱荷华州立大学的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助理教授。他于2015年在乔治亚州理工学院获得了材料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之后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做过博士后。2019年加入爱荷华州立大学。他的研究兴趣呢，包括计算材料学、电子结构、相变。具有丰富的这个理论计算经验。那第一作者这个李军是该系的博士研究生。根据他的简历他在2018年呢是在中国科技大学获得材料科学与工程学士学位，之后呢赴这个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目前呢正在该系就读博士2年级。总体来说这个研究团队在计算材料学方面还是有比较强的这个学术实力。论文作者的背景和研究领域和这个文章还是比较密切相关的。他们在超导的计算研究上还是有一定的积累和建树。那根据这篇论文的内容那主要讲了以下几点。第一呢，就是最近报道的室温超导，就是 LK99 的结果呢存在争议。不同研究组获得了相互矛盾的结果。那这个研究呢，就通过量子力学和分子动力学的模拟阐明了 LK99 的结构和电子特性。第二个呢是 LK99 的母体化合物，就是铅10磷酸6氧和铅10磷酸6氢氧2都是绝缘体带系较大。当掺入铜之后不管掺入位置 ，LK99 的结构呢都会发生明显的奇变，呈现出3斜晶系的 P1 对称表现为铜氧4这么一个平面配位。 LK99 表现出半导体特性，它的近代中呢出现一个主要来源于铜 3D 和氧 2P 的隔离的扁平能带。如果掺入硫，那3斜晶系的 P1 对称性保持，但是带系呢显著减小，出现了一个来自于铜 3D 和 S3P 的扁平能带。那研究结果呢就揭示了 LK99 的固有电子结构和电子特性，为开发高温超导提供了指导。LK99 的高对称状态可能更有利于超导。当前的这个低对称状态导致了它呈现出半导体的行为。总之就这篇论文呢，通过理论计算阐明了 LK99 的结构和电子特性，解释了不同试验结果的矛盾，为设计这个高温超导材料提供了指导。我们看一下这个论文的结论部分 In summary， 他说总之我们利用量子力学和量子力学分子动力学呢，模拟了 LK99 及其前体化合物的结构和电子特性。此外呢，我们还探讨了硫掺杂对 LK99 的影响，这可能源自 LK99 样品中的硫化亚铜杂质。结果显示基体化合物的铅10磷酸6氧和铅10磷酸6氢氧2都是绝缘体，带系较大。当用铜掺杂 LK99 时候，不管掺入位置都会打破磷酸盐的对称性，这就导致明显的奇变的基态晶体结构，呈现出3斜晶系的 P1 对称，表征呢是氧化铜的平面配位，因此 LK99 通常呈现半导体特性。它的特征呢是费米能级上的一个隔离的扁平能带，这个能带呢主要来源于铜 3D 和氧 2P 轨道。类似的，当下 LK99 掺入硫的时候，它仍维持3斜晶系的 P1 对称，但产生的扁平能带带系显著减小。这个能带呢主要源自于铜 3D 和硫 3P 轨道。这些见解呢不仅阐明了 LK99 的固有特性，而且为制备高温临界温度的超导体提供了有价值的指导。这些研究结果对于 LK99 的结构和电子特性以及解释实验结果的矛盾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呢为开发高温超导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所以这个作者他认为 LK99 的高对称状态是更有利于超导性的，而这个低对称状态导致它呈现半导体行为。
所以要使 LK99 成为室温超导体，那一个策略呢，就要使其主要存在于高对称相状态。那这个研究啊，就是为了设计和优化 LK99 的高温超导材料提供理论指导。那我们再简化一下他的说法啊，用3步来简述作者得出这个高对称状态 LK99 可能导致室温超导的这个推导链啊。第一呢，就是作者呢通过理论计算发现，母体化合物它本身就是绝缘体，具有较大的能系。那第二呢，是当掺入铜之后啊，不管掺入位置，LK99 的晶体结构都会发生奇变，从高对称的6方或者3方结构转变为低对称的3斜晶系结构，这就导致出现一个与能系相关的隔离扁平能带，呈现了半导体的特性。第三呢，而计算发现呢，当 LK99 保持高对称状态的时候，存在2个相关的扁平能带，它切穿了费米面，这种电子结构特征呢和超导相关。因此作者就认为掺杂导致的结构奇变破坏了可能的超导电子结构，如果能控制这个合成过程，保持 LK99 的这个高对称状态，就可能实现室温超导。所以你看看这个作者啊，仅仅是坐在这个超级计算机前面，通过比较不同对称状态的 LK99 的电子结构特征，就发现了高对称状态与超导特征相关。因此啊，如果能保持这种高对称，LK99 呢就可能实现室温超导，这为实验合成和这个过程控制就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这也是大家怀疑这个李石培有自己独家秘籍的原因。那抢发这个论文的全教授在高丽大学的课堂上，面对着几百名学生说只有李石培知道如何合成 LK99。你说这话他是为了离间李石培和金志勋吗？因为在7月底8月初就是 LK99 热点刚出现的时候呢，这个金志勋曾经抱怨过，说你们说我们是假的，你们知道20年我们烧了多少次样品吗？我们做了多少次实验吗？如果全教授说的是对的，那金志勋其实只做了实验的一部分内容，而这个 know how 的工作是李石培完成的。或者说全教授是不是在故弄玄虚为了自己的麻烦找一个挡箭牌？你觉得这个全教授他说的可信吗？或者说这个论文对 LK99 的研究有帮助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特别谢谢大家的关注、留言、点赞和转发，咱们下次再见，拜拜。